从小对酒的记忆就是阿公阿嬷在家里都几乎是在做酿酒。酒在原住民的社会就是祈求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用酒去禀告在地神灵，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捕鱼了，可以给我们一点渔获。阿美族就是一句话，就是有拿杯子的同时，就是有欢乐的同在。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开启人与人之间的心锁。但是在部落里面啊，都是喝外来的酒。当我们从都市回到部落，最想探索，就是想探索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酒。今天是9月几号去？因为我们是从台东出发了嘛，不管伴手礼店或者是餐酒馆，至少台东要有出力酿吧。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在台东很有名，只在台东有名而已，没想过会下半辈子在台东定居。第一次来都兰部落是过年那时候，我刚跟莎莎在一起第1年还是第2年吧，跟他们一起回来，顺便就是打招呼，这样跟他们家人打招呼，会先自我介绍啊，我是那个封冰的什么什么，这边对面那一家都会聊这个嘛。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莎莎家，他家有非常浓烈的酒味。这个沙玛，那叫什么？我们沙玛我不知道那个国语的叫什么。龙葵。不是龙葵是打毒根，那这个是沙玛，就是，A 菜的表兄弟还是表姐妹的那一颗的。那我们平常还没吃的不是那个种的菜，都是旁边生出来的野菜。我要试，还没。我有加那个，我先试试看它味道怎样，有没有太咸？你加1包。我有加那个。一点点就够了。没有。好香。我们明天早上要去都兰比采集，来吧。哦，几点呢？我们几点一起出去？早上的。好。早上你就先去酒厂，然后我跟妈妈还有阿星去采集。吓死！哎呦，一唱就唱不完哦，好棒哦！你有练哦，你要再拜。对，很多啊，可是很小嘞。这边就慢慢把这集中起来，然后这些也可以拿老一点的比较我们自己也觉得很神奇，因为基本上我们采草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以前老人家会
演变出这样子的比例，或者是知道哪几种的香草、药草结合在一起，竟然会发出这样不同的香气，有水果的，有香草，甚至会有花香。那所以其实我们也很习惯酒曲植物它需要手工采集这件事情。真的在外面野外看到野生的，真的是会很高兴，真的。而且因为有时候复育的，有时候等好久都长不出来。只是以前的买的曲味道不一样，就很单纯。那我们这个是好几种味道，有层次的味道。那愿意一直就是手工制曲、采药草手工制曲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发现做出来的酒曲跟商业曲做出来的酒风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商业曲做出来的就是单纯的酒味跟甜味，可是用天然的香草、药草去做出来的酒曲，它甜的层次更多。客人的反应也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是做对了，就是做自己的手工酒曲。因为我讲它在中段那边呢，有点远。下坡还好，你平常没有运动一下，好，以后你就知道要采什么。来，这个就是大蜂巢阿米拉。这个跟那个艾纳香，还有大蜂巢很像表姐妹，然后这个可以晒干。她是姐姐还是妹妹？姐姐大蜂巢比较大，她是大的。没有艾纳香，这个也可以啊，它叶子晒干可以妇女啊，可以洗澡。哦，知道了。对，就是这个坐叶子，还有一般很劳累的消除疲劳都可以。可以用吗？今天采集的2样草哦，其实都是带有比较香甜气味的香草。像金母猪，它的那个叶子，如果是生鲜的直接来吃的话，它非常的甜。这是圆糯米，但是是跟阿美族传统的那个我们讲独论，就是丰年祭在吃的，那是一样的，吃糯米饭是一样的。我们那时候后来有填调过几个就是部落酿酒的家了，大部分很像都不外传，所以我那时候在学酿酒的时候，跟我岳父提，他基本上没有想要教我，这因为我算是女婿嘛，不是本家的，然后后来是有展现出我的决心啊，在学的时候他确定要教，他就是先很慎重就问我说：“你应该不会跟我女儿离婚嘛？你要保证。”那我说：“我保证。”后来才就开始教我。他一开始教我的时候，他觉得反正年轻人都3分钟热度嘛，他其实也随便教。他说大概这样教，那我们就学。那酿酒酿完就会请岳父试喝嘛。他说：“不错，这小子酿酒真的还有到达他的低门槛吧，60分。”后来他就说：“其实要测试你有没有酿酒师的手气。”那有些是一样的方法一样酿，它的酒就是不会成功，而且不好喝。基本上，如果手可以摸的热度就可以了。这时候再配那个咸猪肉和香肠哦，很赞。之前小时候，因为我是从小就有那个做酒的印象，我大概4岁吧，就在阿嬷还有爸爸旁边，阿嬷很爱开玩笑，就说啊，叫彩霜喝喝看啊，然后有甜味吗？有没有酒气？所以我其实从小就在喝酒，我酒龄很长。对，我们小时候印象就是有很长的岁月都是在小发财车上面，不是在送酒，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其实我们家的人都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要回来做酒，因为本来就是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啊，然后就是各自的专长，结果到最后一起开酒厂，我们也是蛮惊讶的。它还偏甜，酸度稍微酸一点点。你可能天气开始热了。109年2月拿到酒牌的，然后正式拿到酒牌的时候开始 run， 刚好在那个丰年祭之前。那时候它已经
身体不好了，在医院休息，我还跟他视讯说那个步骤什么的，跟他在酒厂视讯。我们丰年祭啊，它的那个其实我们不叫丰年祭，如果正确来讲是给鲁玛案，对，就是鲁玛是家的意思，所以给鲁玛案是大家回家的一句话，这个状态。然后大家回家一起做些什么呢？就是一起祭祀啊，你回家让祖灵看。老人家是讲说，就是歌唱的够完整、够大声，舞跳的越漂亮，就是整个村子未来1年是风调雨顺，因为祖灵太高兴了，就是祖灵保佑这样。所以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也抱着就是这个酒是献给爸爸的，献给阿嬷的，献给整个就是高家的人，也是用这个心情在装酒酿酒。年纪老了，我去年还搬得比这个大瓮都搬不动。我要坐在后面跟他们一起。啊，你要坐在行李箱哦。对。你要叫熊来载你回去。好。我不管，我跟他们睡觉都可以。因为很怕祖灵有时候捉弄你，对不对？前功尽弃这件事，调皮的祖灵啊，就是会让你有一点人生有一点失误，他可能会觉得你人生比较有趣。这一批是祭礼的酒，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它必须要透过每一个人的唱歌喝酒吞进肚子里面，去获得祖灵的保佑。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批酒就是1年之内最重要的酒啊。像原住民的文化里面，你要盖房子，或是你要祝福某些人，或是结婚啊、巴格浪啊，就是庆功宴的时候一定要用酒。或是这几年都是出年酿，他们自己爱心然后奉献给大会啊，这个是蛮感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最遗憾是那时候，其实我想要给岳父看说，我们的酒厂的酒是在丰年祭，所有人都喝得到这个酒。然后其实我是想要证明给他看，我做到这件事情。然后那一年我们就哭得很惨，因为爸爸就没有进场，因为大家会欢迎老人家进场，那一年爸爸就没缺席。很遗憾是他没有喝到。海浪声音让我很放松，这在台北不太能够感受到。我其实30几岁，这么老才回来部落，这让我觉得很浪费。其实就是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就很急着工作赚钱，就汲汲营营嘛。所以那时候在28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就是有胃癌，所以那时候医生也跟我讲，可能余命没有那么长。一直想到生病的时候，一直想要善待自己，所以即便是之后结婚，也决定要带着小孩一起回来这样子。如果半年到1年都死了的话，后面也许就 game over 了嘛。可是没有死，所以后面游戏还继续。
我认为那一次生病是我 upgrade 的，Miturun kita tutuas, irai kula fangtai ni mineng tu, misanga kami tu, tamu pikak hananai. Mitulong ka ko tutuas patlang kami sama kami na malahci ani ni kuna semak nuniam. Arai hanyang ko tuas uliteng nuniam. Ate hanan， 就往里面挖这样子。把火弄出来。为什么不是圆圆的？别人我看到别人部落扁扁的。其实都可以，有的都用扁扁的，随便放一抓就这样。我学我妈妈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遵照他们的方法。其实我们的看那个菌的颜色，我们草枝里面都有杀菌的，有艾草啊、大风草啊那一些，都好，更好。一颗吗？最后一颗吗？对。你等一下有一个先嚼2粒好了，嚼2粒。这个叫曲母，那曲母它就是去年的酒曲，它会接到前年的曲母，然后前年再接大前年的，所以其实已经好几十年的酒曲的酵母都在这个曲母里面了。那我们也怕我们的酒味道会变，所以酒曲必须要接曲母，去防止它的味道变化。我们希望我们的酒，它可能过了100年、200年，都是还是一样的味道，所以灵魂就要保住，算是一种菌的传承，也是一个功法还有口味风味的传承。大家都是知道我是布兰部落的女婿嘛，所以我刚回来前2年，大概我的名字是莎莎的老公，对啊，就是他的莎莎的老公这样子。后来才知道哦，阿全，现在都是叫阿全，没有叫莎莎的老公。加冰块更好喝。你喝酒还会睡觉，我的还没有喝完，还没有。谢谢法基翻译，我们9月的时候20号的时候要去意大利，然后这次因为是台东县政府有选5家嘛，然后我们很高兴有被选上，然后我们这次希望就是把我们阿美族的文化一起带去，然后还要去教意大利人酿酒体验哦，然后给他们喝我们的酒，然后也谢谢你们今天就是给我们祝福这样子，帮我们评鉴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带去国外的感觉。有你们这样的，让我们突然，对不对？这些耆老也为你们感到欣慰。味道一样吗？没有跑掉。那个味道就没有跑出去哪里？没有跑出去。哎，都是100%的。是。那以前我妈妈做的是小米，比较黄，对真的很好喝。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学习说要做这种的，没有想到现在你们都可以拿这个拿个来做生意，很棒哦。轮到的时候有没有茶养色回来？回来。蛮意外是说，原来他们其实很注意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有时想说，应该没有这么 follow 我们，他们过他们自己，只是听说。他没想到他们其实私底下就会讨论，对吧？这是让我蛮惊讶的。我们都还没有睡觉就那个桌子不是压到就会有声音吗？
妈，可以了。那上面好像不错，你看对呀上去看看，上面的不错。哦，哇，上面的不错哦，这样会不会掉？哎，这个可以，我先放那边，放那边，放这边哈。这个，今天做的这一批真的好漂亮哦。我一直觉得，做出力量，还有就是跟妈妈学做酒曲这一块，我都身处在传承这件事情，所以我必须把妈妈传下来的东西一个一个好好的记住，因为未来我是要传给我的小孩。因为今天要教那个，今天要教英文简报。对，所以我在想，我把它尽量说到精华。我们一开始先介绍我们出力量嘛，然后这一趴就是说我们酒是祭典用酒，然后跟原住民生活是息息相关。万物皆有灵要怎么翻？万物就是说我们是主灵，这个是要怎么翻？这个很难。比方说，那你试着这杯酒推广给我。Hello, wanna try? OK 。哇 ，delicious. Thank you. This is sticky rice wine. Oh, how are you from? 凯人 No. Indian. We come from Taiwan. 哦，台湾 ，Where's Taiwan? Where's Taiwan? 对哦，光觉是台湾就有点远。因为要去意大利会传导，所以要拿出来稍微通风一下。它其实陪我们很久，就是我们只要酒展啊，几乎都会穿族服，但是没去过欧洲。出去参展啊，我们第一个想到最正式的服装不是西装，不是长裙啊晚礼服，我们连颁奖都想要穿族服。对啊，所以就它算是我们的礼服。其实我的族服是国中我阿嬷做给我的，所以她其实带出去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有祖灵保佑的感觉。我从国中都没长高，所以可以穿到现在。阿全族服啊，是我买给他的啦。阿全族服比较新，然后也比较新潮，颜色比较鲜艳。他族服都是烤肉味，因为他丰年祭都是火房族啊。大家都戏称他是跟着我嫁过来都兰，可是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愿意在都兰这边跟我一起生根酿酒文化，然后还有重新建立一个事业，我基本上是蛮感谢他的。